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15章。几分钟以后，汤姆到了河边，向河的另一边走，水到了他的腰，他已经在河中间了。水流很大，他不能走路了，所以他开始游泳。他觉得他可以游到河的另一边，他斜着游泳，水流让他到了比他想的更远的地方。但是他最后到了岸边，水把他带到了一个低的地方，然后他上了岸。他把手放在口袋里，树皮还在。他放心了，然后就走了。他的衣服是湿的。快到10点的时候，他到了一个空的地方。他看到了船，船在树和河岸的旁边，星星在闪，周围很安静。他爬下斜坡，小心地看着周围。他到了水里，游了几下，然后上了船。他躲在座位下面，休息了一下。过了一会儿，铃响了，有人说要开船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船开始走了。汤姆觉得这是今天晚上最后一次坐船了。过了15分钟，船停了。汤姆跳下船，向岸边游去。他到了一个离船很远的地方。他跑过小路，一会儿就到了他家后面的墙。他爬过墙，然后爬到房间的窗户那里。他看到了光。波莉阿姨、西德、玛丽和乔哈珀的妈妈都在房间里。他们坐在床边，床在他们和门中间。汤姆到了门那里，开始打开门。他推了一下，门发出声音。他继续推，很小心。他害怕门发出声音，最后他可以跪着进去了。他先放头，然后慢慢地把身体放进去。为什么蜡烛的光在动？波莉阿姨说。汤姆很快地动了一下。我觉得门开着。是的，门开着。最近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。西德，你去把门关上。汤姆在床下面了。他休息了一下，然后爬到了他阿姨的脚边。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他说他不是一个坏孩子，他只是很调皮。他不太聪明，他没有想太多，他心里很好。他开始哭了。我的乔也是这样的，他总是很调皮，但是他心里很好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因为他偷吃奶油打了他，但是我忘了奶油坏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他也开始哭了。我希望汤姆在那里过得好，西德说。但是如果他更好一点就好了，西德。汤姆感觉到了他阿姨的眼神。现在不要说汤姆的坏话了，上帝会保护他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哈珀太太，我不能忘记他，他让我很烦，但是他也是我的安慰。上帝给，上帝拿走，谢谢上帝。但是太可怕了。1个星期前，他在我面前放了一个鞭炮，我打了他。我怎么会想到会这样？如果他再放一次，我会亲他，感谢他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你的感受。昨天中午，我的汤姆把药放在猫的嘴里，我觉得猫要死了。我打了他一下，他现在已经死了，但是他现在休息了。他最后说的话是在责怪我。他太难过了，不能再说下去了。汤姆也在哭了，他很同情自己。他听到了玛丽的哭声，也听到他说了一些好话。他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好了。但是他很同情他阿姨，他想出去让她高兴。这个场景太奇怪了，他很想出去，但是他没有动。他继续听，他听到了他们说，孩子们游泳的时候淹死了。然后他们发现木筏不见了。后来一些孩子说，那些孩子说他们会做一些让大家吃惊的事情。聪明的人觉得孩子们坐着木筏走了，他们会很快回来。但是中午的时候，他们在河边找到了木筏，所以大家都觉得孩子们淹死了。如果他们没淹死，他们会回家吃饭的。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找到孩子们的身体，因为孩子们在河中间淹死了。
因为他们很会游泳，所以他们应该可以游到岸边。现在是星期三晚上，如果星期天之前没有找到身体，就没有希望了。星期天早上会举行葬礼。汤姆觉得很冷，哈珀太太哭了，然后说了晚安。两个伤心的女人抱在一起，哭了一会儿，然后分开了。波莉阿姨和西德和玛丽说了晚安。西德小声地哭了，玛丽哭着走了。阿姨跪下来为汤姆祈祷，她的声音很激动，她的爱很深。汤姆也哭了。阿姨上床以后，他等了很久，因为阿姨一直在叹气。最后他安静了，但是他还是会在睡梦中哭。汤姆出去了，他慢慢地到了床边，用手挡住蜡烛的光，看着阿姨。他很同情她。他拿出了树皮，放在蜡烛旁边。但是他想到了什么？他停了下来，想了一下，然后他笑了。他很快地把树皮放回口袋里，然后他亲了阿姨的脸，然后悄悄地走了出去，关上了门。他回到了河边，那里没有人，所以他上了船，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打扰他，因为船上有一个人会睡觉。他解开了船后面的小船，上了船，小心地划船。他划到离村子1英里的地方，然后开始斜着划船。他到了河对面的河边，因为他经常这样做。他想把小船拿走，因为他觉得小船可以被当成是海盗的船。但是他知道大家会找他，所以他没有拿。他上了岸，然后到了树林里，他坐下来休息。他很困，他不想睡觉。然后他开始走，他很累。他走到了岛上，天快亮了，他到了岛的河边。他休息了一下，太阳出来了，照亮了河。然后他到了河里。一会儿以后，他到了营地。他听到了乔说，汤姆会回来的，哈克。他知道海盗不能不守信用。汤姆很骄傲，他一定有什么计划。他会做什么呢？好吧，不管怎么样，东西现在是我们的了，不是吗？差不多，但是还不是。他写的东西说，如果他没有回来吃早饭，东西就是我们的了。我回来了，汤姆大声说，他很激动，他走了出来。他们很快地做好了早饭。汤姆说了很多他的冒险故事。听完故事以后，他们都很骄傲。然后汤姆找了一个地方睡觉，另外2个海盗去钓鱼了。